嗨，你好，在这个很特别的圣诞节里，我想跟你分享一个我们家的小秘密，那就是孩子长大后能记住一辈子的，往往不是那个礼物本身，而是童年里那份被看见的温暖。欢迎来到 Ann 亲子书房练习曲。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我们真的打从心底相信有圣诞老公公的那些日子，那种期待的心情其实不只是为了礼物，对吧？而是我们真的相信，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一个人正默默地看着我们的努力，也懂我们心里小小的渴望。所以今天我想跟你完整分享我们家行之有年的谜语圣诞老公公仪式，还有为什么我们会坚持要先让孩子写下自己很棒的地方，然后才写下愿望呢？这背后其实有很温柔的心理学支持，能够帮助孩子建立一辈子的自信心跟安全感。如果你也想为孩子创造一个很不一样的圣诞回忆，那今天一定要看到最后哦。好的，那我们就开始吧。我们家的这个圣诞传统啊，一切都是从12月初的一封信开始的。每到12月初，我们就会邀请孩子一起来写信给谜语圣诞老公公。信的内容很简单，我们会引导他先想一想，今年你觉得自己有哪些地方很棒，做了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很骄傲，然后呢，才写下你希望可以收到什么礼物。你可能会想，如果孩子还小怎么办呢？其实就算是年幼的孩子，他也可以用说的、用画的，或是用几个很简单的词来表达。这整个过程最重要的是孩子第一次被很认真的邀请去回头看看自己。这跟考试考得好不好，表现乖不乖都没关系。我们真正在问他的其实是一个更深的问题：你是怎么看待这一年的自己呢？那么你可能会好奇为什么我们这么坚持一定要先写我做得很好的地方呢？这个顺序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有的。这背后其实藏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学概念。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心理学家卡罗杜威克提出的成长型思维？这个理论其实就在告诉我们，一个孩子真正的自我价值感，并不是来自于结果好不好，而是来自于他的努力与特质有没有被看见。当我们引导孩子去看到自己的每一次尝试，还有内心那些善良的念头时，他们就更能相信自己是可以透过努力不断进步的。所以你看，在我们家的圣诞信里，我想要什么礼物这件事永远是放在最后面的。这不是说孩子不能许愿不是的，而是我们要让他先打从心底知道一个最核心的讯息，那就是我值得被肯定，不是因为我能得到什么，而是因为我就是我。好，那写完信之后呢，时间我们快转一下，来到平安夜。我们家不一定会办什么盛大的派对，但一定会很用心地在家里留下一些圣诞老公公偷偷来过的痕迹。然后隔天早上，孩子一醒来，就会在圣诞树下发现，哇，有一封来自谜语圣诞老公公的回信。那这封信有什么特别的呢？首先，圣诞老公公会很具体的肯定孩子信上写的那些努力，比方说我看到你今年很勇敢的去尝试了等等。然后信里也会说明这份礼物是为了支持他的热情，而不是奖励他的表现。最有趣的来了，信的最后会留下2到3个谜题。为什么是谜题，而不是直接把礼物包好放在那里呢？这就是我们这个仪式里最关键也最好玩的一个部分了。因为我们希望孩子能够从一个只是被动等待接收礼物的人，转变为一个主动的参与者。你想想看那个画面他需要自己解开谜题，在家里跑来跑去找线索，要动脑筋想，有时候卡关了，还需要找我们一起合作，最后才能找到圣诞老公公藏起来的礼物。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场专属于他的小小冒险。这个过程其实又连接到另外一个很棒的心理学概念，叫做自我效能感，是心理学家班杜拉提出来的。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相信自己有能力完成任务的信念。当一个孩子是透过自己的思考和行动，最后成功找到礼物的时候，他的内心就会悄悄地种下一个非常非常有力量的讯息。那个讯息就是我有能力完成事情。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
但力量非常非常大。这种透过亲身经历一点一滴建立起来的信念，才是我们真正想送给他一份可以陪伴他很久很久的礼物。你知道吗？就像过了几年啊，我慢慢的发现，孩子每年最期待的，好像早就不只是那个礼物本身了。他真正期待的是那封让他感觉被看见的信，是那种有人懂我这一年的努力的温暖，是那个专属于童年充满魔法的时刻。而这正好也呼应了发展心理学一直强调的，童年时期有足够的被肯定的经验，就能帮助孩子建立起很稳定的自我认同跟安全感。当然了，我们心里也都知道，总有一天孩子会长大，他会知道原来圣诞老公公就是爸爸妈妈。可是当这个魔法总有一天褪去的时候，你希望在他心里留下的是什么样的记忆呢？我们最希望的是，当他未来回想起童年的圣诞节，心里留下的不是某个特定的玩具，而是一种很温暖的感觉，那种我曾经被这个世界如此温柔地想醒过的感觉。那么在今天分享的最后，也想给你一个很简单的本周练习，试着找个时间问问你的孩子，这星期你有没有做哪一件事让你为自己感到很骄傲呀？问完之后，你什么都不用做，就只是静静的听他说。非常谢谢你收看我们这次的圣诞特辑。如果你也喜欢这样有一点心理学又有一点生活感的分享，欢迎你订阅 AM 亲子书房练习曲。在这个频道，我们不追求100分的完美教养，我们只是想陪着孩子一起把这些平凡的日子都过成很有温度的记忆。祝福你还有你的孩子都有一个充满魔法与希望的圣诞节。我们下次见。